父王是紫藤蛇，母后也是紫藤蛇，可生下的我偏偏是条小白蛇。母后当场吓疯，赶紧用秘术把我的蛋壳染成紫色。我不仅逃过一劫，还被父王宠上了天。就连我成年那日，把全族血脉最尊贵的藤蛇公子都叫来，供我挑选。我选了同是紫蛇的玄凛，却不料婚后竟生下了一条白蛇宝宝。为此他对我恨之入骨，更是趁我生完还未恢复，直接将我剥皮拆骨，活活扔去喂了野兽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选夫这日，看着玄凛求娶了二等绿蛇的姐姐，我就知道她也重生了。因为上一世，身为绿蛇的姐姐诞下了万年难遇的至尊黑蛋，她以为娶了姐姐就能诞下黑蛋，成为蛇王。殊不知她一个3秒之蛇又怎能诞下后代？藤蛇分5色，白绿黄紫黑，白色最卑贱，黑色最珍贵，而目前血脉最高的也是紫蛇。在我和姐姐同时破壳那天，族中长老断言，我和姐姐必有一人能诞下真龙。父王在看到我紫气缭绕时，就断定我必定是能诞下真龙的那个，所以父王承诺，谁能和我诞下真龙，谁就是下一任藤蛇王。在我成年那天，全族的年轻男子都来王宫求娶，我一眼就相中了同为紫蛇的玄凛。父王对玄凛很满意，早就想给我和他直接赐婚，不过碍于传统，走个招婿的过程。正当父王要宣布这门亲事时，玄凛后退一步，对着父王叩拜：皇上，臣不愿娶二公主，臣斗胆求娶长公主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姐姐却激动地站起身来，脸上写满了惊喜。姐姐虽然也是父王的女儿，可她却是下等的绿蛇，没有几个人把她当公主，更没有人愿意娶她。所有人都很诧异，为什么玄凛这个尊贵的紫蛇要娶一只普通的绿蛇？只有我知道，玄凛也是重生回来的。与玄凛目光交错的一瞬，他眼底升起浓浓的恨意。父王坐在宝座上，脸色不悦。今日可是灵犀择夫，你和我说要求娶灵薇，你这是何意？我早就爱慕大公主已久。玄凛的声音十分坚定，玄凛的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姐姐娇滴滴地站起来，跪在父王面前：父王，我和玄凛是两情相悦，求您成全我们吧。今日择夫办得风光，其他族类也皆在场。父王不好发作脾气，只能无奈叹了口气：那就先给你们二人赐婚吧。殿上并非只有玄凛一条紫蛇，父王只觉得玄凛没眼光，打算让我物色一条新的。玄凛接过如意簪插在姐姐头上，姐姐一脸娇羞又神色得意看向我。她知道这原本是父王给我选择的夫君，原以为这是结束了，玄凛又开了口，她朝着父王欠了欠身。我的眼皮一跳，皇上，灵犀可不会生出真龙的，因为她根本就不是您的孩子。一条白蛇能是王室子嗣吗？玄凛指着我一脸愤愤，全场疑惑不已，目光纷纷看向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母后气急激动地站起身来，玄凛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。王后，您品行不端，还要我说的再清楚一些吗？说话声不大，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母后狠狠朝玄凛摔了一个围篱斩，眼睛气得翻起白眼。你敢污蔑本宫？灵犀分明是紫蛇，怎么会是白蛇？大胆！玄凛，你竟敢妖言惑众！父王震怒，拍了拍眼前的桌子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父亲的掌上明珠，他在我身上耗了那么多心血，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怎么能接受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？玄凛不紧不慢从怀里掏出一副玄镜，是真是假，一眼便知。玄镜一照，显示真身。玄凛看向我，嘴角上扬，阴沉着眸子：灵犀，你敢试试吗？他说完，根本不等我回答，拿着玄镜的手一转，我的身影映入玄镜内，发出一道白光。什么属性的蛇，玄镜就会发出什么颜色的光。皇上，这回你可相信？殿内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看着父王，他的脸色变得铁青，对母后质问：上官氏，你敢骗我？母后双目放大，捂着嘴慌忙解释道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灵犀可当真是你的女儿啊。上一世玄凛看见我生下白蛋，于是断定我根本就不是皇室血统。当年母后生我时也是一颗白蛋，她只爱我父王一人，怎么会生出白蛋？父王生性多疑，这是解释不通，还会为家里引来杀身之祸。于是母后求了娘家的秘术，让蛋变成了紫色。这些年来，母后一直让我以紫蛇自居，所以日子久了，她自己也忘记了我的真实身份。但我没忘记自己的身份，我查阅了众多卷轴，阅览古籍无数，在一本残本上解开了疑云。母后的娘家上官氏是女娲后裔，女娲真身就是白蛇。女娲与伏羲战败后，后人为逃避追杀，隐姓埋名，不惜同其他族类杂交，企图改变血统不被发现。上官氏一脉曾出现的白蛇都被秘密处死了，万年来再也没出现过白蛇。所以到了母亲这一辈，她已经不知晓自己是女娲后人。我看着眼前曾经温柔的玄凛，此时她的脸却变得面目可憎。如此下等的蛇种，还敢冒充紫蛇，扬言自己能诞下真龙，混淆视听，罪不可赦。玄凛一脸狠厉，只等父王下令处死我，想像上一世一样击碎我的元丹。玄凛以为娶了姐姐就能生出真龙，继承万兽之王，所以这一世毫不犹豫选择求娶姐姐。我心里不由冷笑，做她的白日梦吧，能生真龙的可一直是身为女娲后裔的我。
我刚要解释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只见父王暴喝一声，把我击飞至大门。强大的内力让我呕血不止。父王正坐在宝座，声音冰冷：枉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功夫，你这个杂种，我这就叫你魂飞魄散。父王再次凝聚内力，势必要把我灰飞烟灭。姐姐和玄凛面上难掩欣喜之色，恨不得下一秒就让我消失。这时母后突然挡在我身前，泪眼婆娑：夫君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求你看在我的面上，放过灵犀吧。父王被气得发抖，整个人都在哆嗦。好啊，你这个贱人，还为这野种求情！夫君可曾忘记当初谁扶你上皇位的？母后的娘家有实力，当年父王九子夺嫡的时候，可是出了不少力的。父王目光沉了沉，收敛了一些身上的戾气。我赶紧把母亲护在身后，想和她解释。父王，其实我是……好，我放过他一条命，但你上官氏背叛我，我要废了你的王后之位，软禁蛇窟。我一听身体凉了半截，蛇窟里可都是蛇吃蛇啊！父王，还有你，滚出去！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腾蛇族的二公主，休要我再见到你！父王厉声打断我的话，直接拂袖而去。身后的母后身体一软，跪坐在地，被人抬了下去。侍卫把我架起来，准备把我丢出宫门。路过姐姐身边时，她握住玄凛的胳膊，十分得意说：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，今后我就是腾蛇最至高无上的公主，你一条小白蛇只配像奴隶一样活着，给我舔脚趾头都不配。玄凛也搂着姐姐的腰，眯着那双眼睛对我冷嗤：灵犀，我不会选错人了，这万兽之王必须是我。哦，那我们走着瞧好了，不过你能行吗？我瞥了玄凛一眼，下身面带嘲讽。你玄凛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满脸通红，捏紧拳头就要朝我挥舞而来。我快他一步闪开，洋洋洒洒出了店门。玄凛是个天烟，上一世我嫁给他，他除了舔我一脸口水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为了自己夫君的脸面，我死守这个秘密。当时玄凛又待我很好，整日甜言蜜语哄我，我对他动了心，对于那王位早就没了争斗的意思，只想安安稳稳同他过完一生。可玄凛不知怎么查了秘法，做了生子丸，哄我说只想和我有个孩子，害怕我羡慕其他人。我不忍心玄凛因无后让人耻笑，于是每日服用一颗生子丸，才怀上了那孩子。秘法阴狠至极，生子丸对身体伤害极大，服用之人日渐消瘦，形如枯槁，夜夜腹中胀痛不得眠。当我怀孕的时候，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。若非我是女娲后人，毅力惊人，只怕生产时我早就因为体虚死了。这孩子来之不易，却被玄凛活活打碎，叫我怎能不恨？我被逐出王族的事，一夜间家喻户晓。我从至高无上的紫蛇成了人人鄙视的白蛇。明明我做公主的时候做了不少善事，子民为了赞扬我还出了画本，可现今我走在路上，大家都对我避之不及，受我恩惠的那些人都对我嗤之以鼻，我无处可去，只能寻了一处山洞暂为处所。如今姐姐是父王唯一的女儿，玄凛还口出狂言，说她与姐姐的孩子必定是一条至尊黑龙。父王把希望又寄托于姐姐身上，还把姐姐生母扶正，更是当着腾蛇族的面忏悔自己亏待了姐姐，日后要好好弥补她。一时间姐姐成了全族人追捧的对象，有人还把我编排成恶毒的小人，从小到大欺负姐姐，抢夺姐姐的宠爱，为此姐姐获得不少人的同情。我走在路上，时不时就有人给我吐两口唾沫，指着我大骂，好像我曾经欺负过他们一样。残卷在玄凛家中的密室中，我如今是拿不到的。况且女娲早就死了，历史记载女娲后代也被伏羲屠了干净，父王也不会相信区区几页纸的话。若想证明身份救出母后，那就只能生下真。我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朝着阴暗的奴隶市场走去。腾蛇王室成立之初就以颜色将族人分为3、6、9等，大部分白蛇都会沦为奴隶，命运无不是悲惨的。此地处处是哀嚎声，一群衣衫褴褛的奴隶被铁链锁在笼子里，任买主挑选。我一眼注意到了那个蜷缩在角落的小白蛇少年，我远远观察了1刻钟，他面色俊秀，应当很招人喜欢才是。可来了2、3个买主询问，都没有带他走。卖家觉得小白蛇不争气，每走一个买家就狠狠给他几鞭子。稀白的皮肤，血肉外翻，小白蛇却一声不吭。我再也忍不住往小白蛇走去，接过了那即将落下的鞭子，开口问道：他多少钱？卖家是一条绿蛇，他转动着绿豆大的眼睛，满是嘲讽。哟，这不是二公主吗？他扯着嗓子引来了无数人注视，旁边有人停下脚步，接过他的话：什么二公主？不过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下等白蛇，还敢冒充紫蛇，要我们跪拜她。此话引来一众人嘲笑，开始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我不欲争锋，又问了一：他多少钱？绿蛇扯了扯小白蛇身上的链子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怎么，你想买回去？如今都不是公主了，还想买个奴隶？自己能保住自己，不当奴隶就不错了哦。我知道了，二公主是想排解寂寞啊。这话又惹一群人哄堂大笑，看向我的眼神都变得不怀好意。二公主要玩，尽管找我，我保准把你喂饱。说话的绿蛇搓着小手看着我，色眯眯的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老虎不发威，真当我是病猫。
我一个瞬移把那些嘲笑的人直接打趴在地上嗷嗷直叫。我朝那俊美的少年伸出手，温声道：“跟我走吧。”哆嗦的把修长的手指放在我手上，身后传来那绿蛇的怒骂：“那奴隶是个哑巴，白蛇中的残次品，下等的下等。灵犀，你现在也只配这种货色。”原来是个哑巴呀，难怪这么多人都不肯买它。我带小白蛇回了洞穴，让它清洗干净，给它换了身白衣。小白蛇容貌当真一绝，唇红齿白，肤若凝雪，眼里淡淡的伤感惹人心疼。我在心中怒骂自己真不是条好蛇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白蛇微微蹙眉，让我伸出手掌，那冰凉的手指在我掌心比划。云溪，名字真好听。我眯眯眼，尽量让自己变得和蔼可亲些。我叫灵犀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夫君了。虽然什么也没准备，以后再补偿你吧。我咳嗽两声，不敢看他，自顾自的宽衣解带。云溪瞪大了那双忧伤的眼眸，赶忙制止我。我挑起他的下巴，一脸戏谑：“你可是我买回来的小夫君，伺候我可是应该的哦。”云溪慌忙拉住我的手，在手心飞快写道：“我们才刚认识，怎么可以做那种事？”我反手握紧他的手，义正言辞道：“刚认识才需要深度交流呀，你不会不懂怎么做吧？”他手上没了动作，两颊瞬间涨红，居然这么纯情。我舔了舔嘴角道：“没关系，姐姐教你。”我说完便向他冲去。一夜缠绵后，终于教会了这条纯情小白蛇。比起只能磨我一脸唾沫的玄领，云溪的天赋可谓惊人。我和他在洞穴里鬼混的小半个月，光吃附近的野味肯定是不够的。我有点馋城里的美食，于是拉着云溪进了城。今日这城里热闹非凡，到处都是红幔，每条街都是鲜花铺地，许多士兵出来进街道。我和云溪被挤到两侧，看着远处浩浩荡荡驶来一群红影，我才想起来今日是姐姐和玄领的婚事。玄领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在前面，姐姐坐在凤鸾花轿上，花轿四面通透，只以红帐与外界相隔。我不想生是非，拉着云溪想要走。灵犀，姐姐还是看见了我，坐着这么高的轿子，远远都能认出来我。该说不说，她的眼力真好。玄领让仪仗队停在了我的面前，他目光沉沉看着我牵着云溪的手，眼底满是嘲弄。还真是好久不见啊！身边这个就是你买回去的哑巴奴隶吗？姐姐也掀起了红帐，摇着红扇笑道：“灵犀啊，好歹也是做过公主的蛇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找条身体残缺的白蛇吧？你怎么能堕落成这样？还是说你以为你能生下真龙啊？是不是没人娶你？你只好找了这么个玩意儿。”身边的婢女侍卫看着我和云溪偷笑，我叉着腰也是一脸不客气。与其关心别人，姐姐还是多关心自己夫君身体的残缺吧。玄领，你能满足得了我姐吗？其他人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，顿时炸开了锅。玄领刚刚还得意洋洋的脸上顿时变得面目狰狞。灵犀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满是不屑，一想到姐姐不满的神情，却还要在玄领前表现得一脸满足，我就想笑。姐姐气得本想把手里的红扇朝着我扔过来，突然她想到了什么，一改画风，掩面而泣起来。我今日成亲，所以你专门来捣乱的吗？我知道择亲之前，父王有意撮合你和玄领，可是玄领爱的人是我啊！你嫉妒我的性子，什么时候能改改？你为什么从小到大什么都要和我抢？我现在好不容易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，你还要来捣乱？灵犀做蛇那么坏，你不怕遭天谴吗？看着姐姐哭得梨花带雨，我下巴都惊掉了，还真是会演戏，我都忍不住要为她鼓掌。人群里不知道谁大喊一声：“灵犀真是一个毒妇！”随之而来的还有几片烂菜叶砸到我脑门上。马上的玄领看着我的眼睛跟淬毒了一样，对着周遭大喊：“砸得好！谁扔的？我赏灵珠100两！”刚说完，铺天盖地的烂菜叶、鸡蛋树叶朝我飞来。云溪快速把我拉入怀中，用整个身体挡住。灵犀，你早就不是我的对手了，我捏死你，如同捏死一只蝼蚁一样简单。玄领留下一句话，带着仪仗队扬长而去。云溪的头发凌乱，衣裳被扯破，后背还被石头划了几道口子。给他上药时，我不禁红了眼眶，是自己拖累了他。云溪好像明白了我的心事，一把将我抱入怀中，手不断拍着我的后背安抚。他的心跳如鼓，乱了我的心弦。那指尖早就被我捂热，变得不再冰凉。云溪，我发誓以后带你过好日子，那些人必须啪啪打脸。云溪望着我的眼眸，柔情似水，我被看得愣了神。他又亲吻我的额头作为回应。半月后，父王召我进宫照顾怀孕的姐姐，说是姐姐心疼我在外流浪，想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姐姐又是想了法子折辱我，也不怕我心生歹念要把孩子害死。我没有拒绝的权利。父王说要是不同意，就让我和我的小夫君一块消失。我带着云溪进了王宫，姐姐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四处漏风的小屋，还不许其他人帮助我们。姐姐的房间重新修缮了一番，放眼望去满壁金黄，那些个珠宝像是不值钱的玩意儿堆在角落。姐姐从中挑了一个夜明珠，端详了一会儿，
又将它重重砸在我身上。林夕，见过这么多奇珍异宝吗？你嫉妒我，嫉妒的要疯了吧？姐姐说完大笑，等我生下真龙，玄领做了万兽之王，谁都不敢忤逆我。你现在有机会，可要乖乖的服侍我才行。她挑起我的下巴紧捏着，阴狠狠地看着我，我挤出一丝笑。姐姐说的是。见我如此卑微，她又得意嗤笑了一声呵斥，还不赶紧给我布菜！姐姐一个午餐就准备整整72道菜，简直奢靡至极。这些灵犀当公主的时候都没吃过吧？雪山的雪莲，东海的刺身，南冥的灵芝，父王说了，只要我想吃，就没有找不到的。我一进宫，姐姐就总问我这个没见过吧，那个你没用过吧，想通过比较从我身上得到压我一头的快感。我想着母后云溪，压制自己心中的不爽，咬着牙假意迎合她，姐姐却得寸进尺起来。我心善，这块千年人参就赏给你吃好了。姐姐夹起一块人参向我递过来，快到我嘴边时又松了筷子，任由这罕见的千年人参掉在地上。呀，我手滑了，可是灵犀会吃的吧？她说完给了身边婢女一个眼神，那婢女上前按住我的脖子往下拽。公主赏的你就得吃。我不敢拼命反抗，好歹也是练过的。我身手不俗，2、3下就把婢女按倒在地，转头再对姐姐说话。林薇，你不会真觉得自己能生出什么货色吧？姐姐咬唇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哼，周公说了，父王的孩子能生真龙，还能有假吗？你不会以为自己能生吧？你是野种，可不是父王的女儿。来人，快给我打烂他的嘴！周遭的侍卫把我按住，可偏偏弯不下我的膝盖。姐姐，那生子丹的味道好吗？那生子丹不仅有损母体，生出来的孩子畸形的概率极大。姐姐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抬手把所有人支了出去。你又在胡说八道，当真不长记性，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姐姐扬手打来，可从小到大她就打不过我，我连续打了她几巴掌后，身后传来了呵斥。灵犀，你怎么敢打我的女儿？是父王身侧还跟着玄领。姐姐挣开我，挽上父王的手，委屈至极。灵犀曾经是我的妹妹，我看不得她在外流浪，好心接回王宫，可妹妹的怨念居然如此之大，险些要把我肚中的真龙打死啊！玄领指着我的鼻子怒骂：灵犀，你真是死性不改，蛇蝎心肠！你要是敢打我龙孙，我就把你也扔进蛇窟，再放几条大蟒蛇咬死你和你母亲！父王被气得吹胡子瞪眼，看我的眼神如同他往日看奴隶一般，眼里毫无往日父女恩情。眼前3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得我头昏脑胀。3人的身影逐渐变成6人的身影，最后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。在睁眼时，王宫医师正为我把脉，云溪坐在身旁，眉宇间满是担忧。这时玄领的声音传来，带着几分讥讽：玄真医师，你可要慎言，她早不是2公主了。医师额头瞬间沁满冷汗，说话都带着颤音。是灵犀姑娘，灵犀姑娘怀孕了。玄领听罢忽然放声大笑，她竟怀上了那哑巴的子嗣，真不知生下来会不会也是个哑的。云溪听得真切，当即攥紧拳头要冲上去，却被我死死拽住。玄领如今是王族驸马，也算半个王室之人，父王还在一旁，怎会容他动手？恰在此时，国师从门外飞奔而入，满脸激动地禀报道：启禀王上，东方县七彩祥云，此乃龙子祥世之兆，卦象显示龙子将诞生于王宫之中。龙族早在100万年前的战乱中灭族，可蛇族上下无不想修炼成龙，毕竟龙族才是众兽甘愿臣服的万兽之首。玄领一听，立刻拉着姐姐灵薇的手向父王邀功：父王，您看，定是灵薇怀了龙子，往后真龙为腾蛇一脉所出，您和灵薇必能千古留名。宫里怀了孕的只有我和姐姐，可众人自然不会觉得我能怀上龙子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围向父王道贺，姐姐被夸得满面春风，竟无一人再看我一眼。云溪扶我回了那间小破屋，这些日子多亏他打理，屋子总算有了几分家的模样。他扶我在床上躺下，指尖在我掌心写道：好好休息，别乱动。我勾住他2缕发丝轻笑：我哪有这么脆弱？云溪却依旧一脸认真，又在我掌心写道：我不想你出事，我从没想过会有人为我生儿育女。他轻轻摸着我的肚皮，眼神里满是柔情，我忍不住凑上去亲了亲他的嘴唇。傻瓜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云溪将我拥入怀中，他的指尖在我掌心慢慢滑动，絮絮叨叨说了许多。我不知自己从何而来，也不知为何活着，一直都是孤身一人。我是哑巴，没人愿意和我说话，他们还会欺负我打骂我，只有你待我好。他的眼神又变回了初见时的模样，脆弱的让人不忍，却又莫名惹人想护着。最后他写道：灵犀，我喜欢你，你和孩子做我一辈子的家人，好不好？我吻上他的眼睛，轻声应了句好。如今全族上下都盼着姐姐的龙子降生。姐姐的肚子快到生产时，大得出奇，可她的身子却越发瘦弱，脸颊凹陷，再没了孕前的美貌。玄领竟还对外宣称这是龙子降世的异象，
让众人更坚信姐姐怀的是真龙。我与姐姐虽差了半个月孕期，却偏偏一同生产。生产当天，所有人都涌去了姐姐的房间，围得水泄不通。而我这个废弃公主，连个接生的人都没有。云溪急得团团转，后来不知跑了多远，走了多久，竟把一位乡村阿婆请进了王宫。生产时，云溪一直守在我身边，比我还要紧张。好在这次生产出奇顺利，没有像上一世那样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接生阿婆抱着一颗白蛋走到我们面前，略显尴尬的祝贺。云溪接过白蛋时，欢喜的眼眶都红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声音里满是幸福。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，灵溪，你辛苦了。说完还吻了吻我的额头。身后的阿婆被这一幕打动，忍不住抹了抹眼泪。是什么蛋有什么要紧，一家人团团圆圆才是最好的。我和云溪对视一眼，双双点头赞同。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欢呼。生了生了，大公主生了颗金蛋，从没见过金蛋的。走去开开眼，只有龙蛋才是金色的，天佑我腾蛇族。闻言我不禁蹙眉，上一世姐姐怀的明明是畸形胎，这金蛋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玄领重生后用了什么秘法？后来见到姐姐时，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，却抱着金蛋一脸得意，一见到我她就絮叨开了。灵溪啊灵溪，从小你什么都比我强，可那又怎样？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你看看你这颗白蛋多丑，换作是我早就羞得一拳打碎了。多亏当初玄领拒绝了你，不然怎么会和我生出龙子？玄领的册封大典就定在龙子破壳那天，到时候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你肯定嫉妒疯了吧？他说话时虚弱的每句都要喘三喘，却还不忘挖苦我。我淡淡开口，姐姐，你有功夫在这儿和我争，不如管好玄领。昨日我还看见他和一个美姬拉拉扯扯呢。姐姐如今这模样，玄领怎会真心待她？况且玄领本就不安分，上一世玄领和婢女调情被我撞见，还是我狠狠教训了一通，她才收敛的。姐姐一听就炸了，抓起桌上的杯子砸向我。我比你更了解玄领，少污蔑他！可她嘴上这么说，人却已经气急败坏的要去找那美姬算账。果然第二天就听说姐姐把那美姬的脸给刮花了。破蛋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王宫上下忙得热火朝天，各路妖兽纷纷赶来，把王宫围得水泄不通。送来的贺礼摆满了整座宫殿。我和云溪被安排在宴席上打下手，又不放心白蛋独自在家，今日她也要破壳了。于是云溪干脆把白蛋背在身上，不少人向她投来异样的眼光，她却毫不在意。这不是以前的二公主吗？怎么落魄成这样了？你看她那哑巴夫君还背着颗丑蛋呢。还没等好戏开场，众人就先拿我取乐。父王就在不远处，却像没看见我一样，冷漠的让人心寒。他扶着新王后，身边站着姐姐和玄领一家人，其乐融融，仿佛我从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玄领带着姐姐朝我走来，瞥了眼云溪背上的白蛋，眼神里满是厌恶。灵溪，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背着这颗丑蛋过来，真是晦气。姐姐也连忙附和，一脸的鄙夷。真是丢死人了，好歹曾经是公主，你就不怕其他兽族笑话我们？还不快把这白蛋丢了！云溪立刻把我护在身后，狠狠地盯着他们。玄领被盯得恼羞成怒。你这下贱东西还敢瞪我，连个屁都憋不出的玩意儿！我正准备反驳，一个嘶哑的声音突然响起：别欺人太甚。我震惊地看向云溪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云溪，你刚刚是不是说话了？话还没说完，姐姐怀里的金蛋突然咔嗒一声裂开，玄领瞬间激动地大喊：蛋裂了，真龙要降世了！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去，父王也一脸兴奋地走过来，死死盯着金蛋。玄领得意地笑着，把金蛋举得高高的。今日就让大伙开开眼，我玄领的孩子可是真龙。金蛋的裂纹越来越大，金光也越发刺眼。不愧是金龙蛋，我都看不见了，要出来了！众人伸长脖子，拼命睁着眼，金光慢慢暗淡，蛋壳一片片掉落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可下一秒，人群里却响起一片惊呼：这是白蛇，还有2条尾巴，这是什么畸形东西？玄领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，他抓狂地拎起刚爬出来的幼蛇，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按古书做的，用了那么多奇药，怎么会不是真龙？他的脸扭曲的狰狞，抓着幼蛇的力道越来越重，幼蛇疼得发出嘶哑的哭声。姐姐扑通一声瘫坐在地，脸色比纸还白，周围的人开始指指点点。父王颜面尽失，怒不可遏地冲玄领吼道：玄林，这就是你说的真龙？岳父大人，您听我解释，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错。一切都如我所料，那生子丹生出来的孩子果然是畸形。这么多人围观，腾蛇族的脸算是丢尽了。众人纷纷大失所望，有的甚至愤然离去。就在这时，又传来一声咔嚓响，我看向云溪，她背上的白蛋竟也开始裂开了。云溪赶紧把蛋小心翼翼地放了下来。那是什么？这么强的白光！人群里有人惊呼，纷纷指向我这边，光芒越来越耀眼，
几乎照亮了半个天空。白蛋突然剧烈颤抖起来，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蛋壳瞬间碎裂，一只雪白的龙爪从蛋壳里伸出来，锋利的爪子闪着寒光。紧接着，一颗小小的龙头探了出来，脆生生地喊了句娘亲。我被这声娘亲惊得一愣，果真是一条龙。小家伙挣脱剩余的蛋壳，身躯逐渐展开，直冲云霄。白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光。龙，这才是真正的龙。父王一脸诧异，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玄领双目赤红地看向我，眼神阴狠地像要吃人。是你们偷偷换了我的孩子。你的孩子？我忍不住嗤笑。本来就是我的，只有我能生出真龙。他一个卑劣的白蛇，你一个贱人，怎么可能生出龙子？玄领嘶吼着，你连身子都站不稳，还能生得出孩子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在场所有人听清。你不能生育，才逼林薇服下生子丹，那丹药会让胎儿畸形，母体消瘦。你说我污蔑你，那林薇的身体，还有那2条尾巴的龙子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我的质问让玄领哑口无言。姐姐突然撕心裂肺的哭喊：玄领，你骗我，是你害我！她本就体虚，这一喊竟直接气绝倒地。我牵着小龙宝走向那个从未对我有过半点温情的父王。父王，当年玄镜发白光，不是因为我是普通白蛇，而是因为我是女娲后人，所以能生龙子的人从来都是我。这句话一出，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父王的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苹果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。玄领却疯了般大笑：呵呵，女娲早在几百万年前就死了，她的后人早就灭干净了。不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我还没开口，国师突然出声，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身上正慢慢散发出白光，蛇尾逐渐显现，不再是单纯的白色，而是闪着细碎的光芒。我低头看向手心，原来是小宝给了我显露真身的力量。不可能，都是假的，这万兽之王本就该是我的。玄领彻底疯癫，将所有内力聚在掌心，就要朝我和小宝拍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残影飞快闪到我面前，稳稳接下了玄领的一掌。来人竟是云溪。玄领看着自己的手掌，满脸不可思议。怎么可能？你一条残缺的小白蛇，怎么接得住我的掌力？他好歹也是一条紫蛇，功力远在普通白蛇之上。云溪却没理他，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和小宝，轻声说：灵犀，我想起来了。话音刚落，云溪腾飞而起，瞬间幻化成龙身，仰头长啸，声音震撼天地。展开的龙身上也发出了刺眼的白光。这怎么还有一条龙？父王的声音都在颤抖。云溪的龙身扭动着，它的长尾像一根巨大的钢鞭，随意一挥便击碎了周围的巨石，显然是在向玄灵挑衅。玄灵很快镇定下来，也化作紫蛇形态嘶吼着：你以为你是龙，我就会怕你？龙族早就该绝种了。一白一紫2条巨物在天上缠斗起来，不过半炷香的功夫，玄领的蛇身就被撕成了几块，从天上坠落。蛇头落在我脚边时，玄领还在喃喃：再来一次，我一定先杀了你。我冷笑一声，抬脚把蛇头踢到远处。不会有下次了。一切尘埃落定，云溪变回人形，重新走到我身边。灵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本是东海龙王之子，当年战乱，母后为了救我，偷偷把我送出龙宫，还封存了我的记忆和神力。我不是天生哑巴，我在蛮荒待了10000年，那里没有白天，只有无尽的荒凉和孤独，没人和我说话，我才慢慢忘了怎么开口。他低着头，声音里满是委屈，听得我心都揪了起来。我摸着他的头发，温声安抚：都过去了，今后有我和孩子陪你。云溪，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可还莫等我们多温存片刻，父王就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眼含热泪：灵犀，是父王错怪你了，父王糊涂，快让我看看乖孙。我冷着脸，任由他的手悬在半空。父王，你老了。父王愣了一下，显然明白我的意思。身旁的国师立刻会意，高声念起诏令：真龙归位，立为新王。所有妖兽纷纷下跪，齐声大喊3声吾皇万岁。父王绝望地闭上眼睛，声音颤抖地问：你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当真如此狠心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用冰冷的眼神告诉他，我永远不会原谅。册封大典结束后，我把母后从蛇窟接了出来，又把父王关了进去，还特意在蛇窟里放了几条饥饿已久的巨蟒。不到半刻钟，父王就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上一世的剥皮拆骨之恨，这一世的抛弃之痛，我怎能原谅？云溪当上新王后，废除了奴隶制度，下令不再以蛇的颜色分3、6、9等，把族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深受众妖兽爱戴。可小龙宝刚成年，云溪就迫不及待地把王位传给了他，拉着我四处游山玩水。这天，我和云溪正在华山看日出，收到了小宝的信。父王母后真不厚道，你们倒逍遥自在了，留我在王宫受苦。我俩相视一笑，
转身便往东海飞去。云溪说她想回去看看。